明心见性一直是修行者最爱探讨的话题，甚至是真正的修行者也都把明心见性当作终极的追求。但是关于什么是明心见性呢？如何才能做到明心见性？真的是众说纷纭，到处都是神乎其神的说法。接下来我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与你探讨这个话题，听懂了能解决你 99% 的烦恼。今天的内容就是你花1万块钱去听课，明心见性这个抽象的哲学你也听不到像下面的内容一样白话、系统、易懂的来唤醒你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明心见性是道家和佛家解脱的最高智慧。这条视频我原本打算放在会员影片里的，如果你听完觉得自己真的醒了，这真是我们彼此的福报。我需要彻底的、耐心的给你讲解，其中有一些动画语言纯属剧情需要，你莫要当真。我现在给你抛一句话，你带着这句话来悟整条视频。如果你听完了还是悟不透，你就把这句话记下来，带到你的生活里去，慢慢的悟，直到你明心见性，解脱你的烦恼。这句话就是外在的1000句祝福和外在的1000句诅咒，对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只要你能够参透这句话，你就已经明心见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理解这句话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就是你心里想的。如果你平时看到一些伤心的画面就会流泪，看到所谓的可怜人就会心生怜悯，还会以为这样是自己心地善良。其实除了使你劳心动神，耗掉你的能量之外，啥也没有。这就是你一天啥也不做，也能把自己累得够呛的原因。接下来我就从头到尾一点一点的耐心的带你明心见性。一件事情呈现出来，它外在会有一个相，这个都好理解。现象，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被原生家庭打压的相，孩子不听话的相，老公不爱你的相等等。那这个相由何而来呢？就像孩子他由妈妈而生，凡事他总有个由来吧，怎么他就有了这个相呢？你说两个人好好相爱的相，他怎么就变成相恨的相了吗？凡所有相皆为虚妄。你肯定会说，这摸得到的东西，看得到的人，听得真真切切的我爱你一辈子，那么真实的存在，它凭什么就虚妄了呢？这部明明就考50分不及格，他明明心里就装着别人吗？说相虚妄是说他这个相不会太长久，他会动，他会结束上一秒的现象，去向下一个他该有的样子。这个时候你又会想，那是谁那么可恶，让他动了，把他变来变去，搞得大家痛苦不堪。他是谁？何方来历？来历谁也说不清。据老子所说，是虚空态，相就是由这股力量推动而来。哪股力量？长什么样？没有样，没有形，看不到，也够不着。那怎么办？要和别人谈起，
怎么形容它呢？老子就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道佛陀叫它性，空性，佛性，有缘人。接下来的内容有一点动画和虚构，纯属为了打比喻，生动的让你理解到的存在。你听听就好，看看你能悟到什么。到有一天他想生万物，他就生了一，生完一以后呢，他心里就想，这天天都让我自己生，我生到啥时候才能生完呢？我怎么才可以让他们自己和合随缘而生万物呢？我总不能天天跟着屁股后面亲自跟随吧，这样太累了。我得给万物来个爹妈，让他们自己完成。所以到生了一以后呢，一就生了二，这两股力量老子又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阴性和阳性。这时候倒又想，要是他们生一次不生了呢，怎么才能够让他们生生不息，不要停止下来一直干活呢？那就让所有万物背后的这个爹妈不挑种不挑类，让他们彼此阴阴相连，源源相扣，和谁都能生相，触缘即生相。这个不愿意生，那个愿意生，几率大了，才有世间万种相。跟他生，不能跟你生，就没有世间万万相。所以你看视频就有了感悟相，会有流泪的相，你结婚生子会有孩子的相，你看花会有心情愉悦的相，你看山会有壮丽的相，你还没有生出的相。并不是你们不能生，而是因缘没有到。心中可生相，眼中可生相，眼耳鼻舌身意皆可生相。这个功能你有我有，万物皆有，但是这个相一旦生完了，它总会灭呀，总有消耗殆尽的时候呀。那怎么能够让它们自动化的运转，不生不灭呢？心经里是不是告诉我们真相是不生不灭？那怎么办呢？记满这事物背后的一爹一妈，他两个其中有一个人如果太累了，就要换另外一个，所以爹累了妈来，妈累了爹来，否极泰来，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，所以阴阳相生相克。这个克你当然不能够理解成我弄死你的意思，是去休息了。当苦尽甘来，福出现并不意味着福把苦弄死了，而是苦在后面暂且休息，只不过眼下的影响作用力不是那么明显了而已，一直都在的。所以这就有了任何事情背后都有两面性，一爹一妈，一阴一阳，而且阴性和阳性还在无休止的相互转换，无一例外，永远不变的就是变。我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就放弃了和他天长地久的妄念想法？转和变都是为了保护你。老子说，天地自然长久之道，就是阴阳彼此相互转换推动。那到底要把你往哪里推呢？推到你平衡，推到你中性，推到凡事不能让你太满，因为满就意味着灭亡。所以自然规律要生生不息，万事万物都要共同来遵守这一个规律。小到尘埃，
大道星辰，个个别想开歪路。你就说你一个凡人，你不臣服于自然规律，你还想要天长地久，可不就患得患失，执念痛苦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执念？是因为你觉得我完蛋了，我被感情困住了，我怎么就还没有成功？我抑郁了，我肯定不会好了。不，否极一定会泰来，不会让你太苦，也不会让你太甜。不是你要活下去，是你和自然是一个整体，自然要活下去。既然自然要活下去，那万事万物都要保持那个中性，那福祸好坏相背后的那个阴阳性，这两股力量它就不会由你来掌控了。由你来掌控，就你那个贪心你肯定要满。如果万事万物都让它自己掌控，那岂不是自然就灭了？所以这两股力量就会在一个人一件事上产生一个综合反应的过程，也叫阴阳彼此平衡，协调发展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背后都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跟随着你的变化而变化。看你面多了给你加水，看你水多了给你加面，总之就是不能让你造反，不能让你太满。你说我不想要太苦，我就想甜蜜蜜，幸福满满。你想得太天真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没得商量。即便你那么不想要痛苦，痛苦它就来了。但有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想要，福报却来了。人生是自己的，但其中有多少部分是我们在掌控的？还不是那股力量说了算吗？你愿不愿意？机缘到了，该发生的总会发生，他说了算，他就是性，见到他就是明心见性。你说我们好好的要去见他干嘛？有缘人，如果你能看到事物背后的这个性，又明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生相克，同为一元，阴生阳，阳生阴，放在生活当中就是你的福生祸，祸也生你的福，本无差别，无善无恶，因为需要才各显其相，既然显现出来，就肯定有它的作用。你看不懂归你看不懂，所以一切发生都是刚刚好，存在即合理。讲到这里，既是本心发现，最重要的是，也就是这股力量，它会指引掌控着一切的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有生命的、无生命的，乖乖地按照自然法则存活着。我们说心中有道，怕你多了，又怕你少了，他就像你的爹妈，每个人都有，无道不生妈，无妈不生你。所以佛陀说人人皆具有佛性，这个佛和道不要神秘化，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，也是一种规律。那既然人人背后都有这个爹妈，人人都有那个性，那就意味着你的心以后就不要随着事物的相动了，要见性。有性在，人家有爹妈在，你不用担心谁，也不需要可怜谁。谁不在规律当中，
无论你是希望他好，还是希望他不好，放心吧，他该苦的时候会苦，该甜的时候会甜。你祝福也好，你诅咒也罢，你想一想，难道自然规律要平衡万物的时候，还要来问问你愿不愿意这个人好？你又天真了吧？现在再把你带回我最初给你抛的那句话，外在的1000个祝福和1000个诅咒，对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此刻如果你见性了，你就会明白，无论你把一个人放在嘴里，还是骂他2句，还是你希望一个人好，或者你恨一个人，你希望他明天就死都嫌晚，没用的。只要你没有本事把他赶出自然规律之外，他若还在自然规律当中，他的一切就不会如你所说所想的发展。他的苦到头来一定是福，福满了一定有事。这和你喜欢谁、恨谁、希望谁好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担心谁去恨谁。如果说我讲到现在，你还是没有理解明心见性，你给我打个比喻，那你就想象你在台下看一个人在踩单杠，他自己的心中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来掌控调频他外在的这个身体相。这个人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任何人，孩子、父母、老公，你爱的恨的都有可能。这个时候你会在下面干嘛呀？着急，我真替你担心，我真的怕你掉下来。你往左边，你往右边，他如果全听你的安排，就会失去自我。你的爱不是爱，是在造孽，这是你以为你在爱一个人。那反过来，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跌死？你怎么不快点掉下来？你想一想，在过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希望谁过得不好？希望他早一点倒霉？比如说你的同事，比如说你嫉妒的人，尤其是你前面的恋人，你俩早一点散伙，我就看你们也不会幸福。你对不起我，不得好死，遭报应。报不报应不是你说了算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只要台上这个人能专注内心，只要他能静下心来链接到内心那股平衡的力量，他很快就会调整到最佳的样子。你再在下面喊、再叫，对他而言是不起作用的，反过来却把我们自己的心喊动了，喊乱了。你恨一个人早点死，他死不死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知道你晚上肯定睡不好觉。如果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还有情感的波动，说明彼此还都在向上，没有见性。就像我们小时候被原生家庭打压了，他们说你不好就不好吗？我为什么今天要和你说这个呢？因为我就是用这种视角看待我的出生，看待我生命当中所有的发生，一切都是福祸相依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他自己会调整，他就是我的心性，我就相信他。如果你说我怎么就在苦里面转不出来呢？那是你没有静下心来去链接它，臣服它，你太过于僵硬，不够放松，
如果是你转动的因缘条件还没到，那是放松和相信还不够，不要再挣扎和对抗了，把这2个条件补上，马上就能转动。其实外在存在的一切因素都不能影响你活着。什么你父母是谁？你老公是谁？你有没有人爱？出生在哪里？有人爱你又怎么样？世上哪有长久的爱？同样的，父母是谁？你老公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来自哪？我死后又是谁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干嘛要去管别人是谁呢？当你不能活出自己的时候，谁都有可能变成你的束缚。当你能活出自己，明白自己从何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，你压根都不会在意谁生了你，你又嫁给了谁，你住在哪里。临到末了的那一天，一切不过是这里的剧本而已，或是一场体验。再好的剧本不也是一场空吗？可惜有多少人能够在活着的时候把这些就看明白。我真心的告诉你，如果你还不能见性，你看问题总看表象，你不能够用中性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。别说你把自己的人生活出来了，且说你的苦吧，不会太少，因为你处处见相不见性。你认为好的，你怎么知道对他就好？你认为不好的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不好？你说我安慰他2句，我确实看得开心了。世人之所以你笑他就乐，你骂他就哭，是因为你和他都在彼此的相上跟随。你是他的相，他是你的相，你们都在用同样的能量相互纠缠，彼此共振。你认同什么，什么就会对你产生影响。当你不认同痛苦，它就根本不会压住你起不来。不离相，相一生，喜怒哀乐就会跟着生。但如果你学会见了性呢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就会坦然平静地等待阴阳转换，它会自动地朝着平衡的方向发展。当你离一切相看到空性的时候，首先你见到的就是自己。你的人生你再去看，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再向外见众生，再看到以前的众生，不是那个相，那个可怜，是你认知可怜；那个好可恨，是你认知可恨。当你见过自己，也见了众生，你就算真正的见过天地的人了。这里的天地不是我们头顶的天，脚踩的地，是阴阳2性的意思。见了天地的人就是见了性，明心见他们心中省心骄傲的孩子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总是把自己活在乡里，怨恨指责，你不仅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稀巴烂，他们瞅着你糟糕的人生，你想他也只会延续童年的那份打压。所以总结就是，当你不着相的时候，你才能摆脱一切束缚，活出你自己。你怎么才能不着相？看到性，我已经和你说完了，你能耐心地看完，我很荣幸有这样的机缘唤醒你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要在事情上多多练习，
多换自己看问题的角度，不明白就反复多听2遍，收藏起来，忘了就来提醒自己，这是我们解脱自己、解脱跟别人纠缠的方便法。修行如果不讲明心见性，那几乎不算修行。真正的修行者都能做到以下6点： 1. 知道了我是谁，明心，我的大脑不是我，我的身体不是我，真正的我是那个不生不灭、本自具足的灵魂真我。佛家叫自性，道家叫元神，儒家叫明德，阳明心学叫良知。2. 看清了宇宙的真相，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无形决定有形，能量决定物质，内在决定外在，就是佛家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生万法；儒家的内圣外王，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，心即理；道家的无中生有，道生万物。开悟的人都在专心建设内在工程，让它美好富足。高频无明的人还在向外抓取，一个内心秩序混乱、能量很弱的人是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美好现实世界的。3. 训练管理好自己的6根，这是你唯一能真正控制的说了算的东西。时间、能量、精力不再浪费在家长里短、八卦丑闻、烂人烂事、酒肉应酬里，不再空转空耗，高效节能，遵循天道规律的合理应用肉身。4. 彻底驯服了大脑，大脑是我们学习创造的工具，不要跟随它产生的各种妄念，放下我执，放下小我的评判、算计、回忆、五毒、七情六欲。烦恼痛苦的根源是把头脑中一堆对立分离、偏执失真的念头当成自己了。看见自己念头的就是真我，看不见念头时，就会误以为念头就是真我，被念头束缚、锁死、囚禁，主导了生命的方向盘。5. 变得清净专注，回归了灵魂本真，心无余物，心无杂念，变得纯真、快乐、专注、富足、觉知、合一，用灵魂良知指挥大脑，身体在正确的轨道运行，远离了各种困境。由于不再内耗，心理极强，聚焦能力、专注能力远超凡夫，所以创造出的作品、产品、服务等非常优质。6. 链接众生，服务众生，找到了天赋使命，树立了大愿，学习并掌握了一技之长，拥有了产品和服务，具备了单方面、无条件、不计得失的奉献服务的品格，每天毫不烦恼的行善推恩，释放价值，强大的高能量的觉悟者，他敢于空，敢于尽，敢于离一切相，离一切念，敢于无我无物，敢于一无所得，敢于失去一切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
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明心见性，愿你不至于一时得失，也不困于外界评判，在自己的节奏里安然生长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